138亿年前，宇宙诞生了。前一刻什么都没有，下一刻就出现了所有东西。这到底怎么回事？是整个科学界最重大的疑问，跨越理论与实验，物理与哲学。我们对宇宙所有已知的了解，都依赖机制、过程，还有因果。我们努力弄清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可是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我们还是不知道整个宇宙究竟是怎么出现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但我们并不是没去寻找答案。也许就像著名的宇宙学家史蒂芬·霍金猜测的那样，最初真的什么都没有。如果把时空当作宇宙本身所附带的特性，那么宇宙的开端就是时间的开端。在时间之前不会有空间，所以也谈不上任何宇宙。追溯时空几何学，可以看到它不断收缩、弯曲，最后又像是拐个弯。想要再去找更早的东西，就好比想找地球北极以北的地方一样，没有意义。也或者根本没有真正的开端，而只是我们的观测能力有极限。科学家认为，在宇宙大爆炸之初，有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发生了指数级膨胀，也就是暴胀，它为后续的一切铺好了舞台。我们这段暴胀在极微小的一瞬间就停止了，可是有些物理学家主张，这种暴胀在更宏大的层面其实一直没停，还会在别的地方无限继续，形成无数泡泡宇宙，散布在永恒的多重宇宙当中。或者我们现今的宇宙只是一个无数次扩张与收缩循环里最新的一次，也就是所谓的大反弹理论。在这种说法里，宇宙不是从无到有，然后快速膨胀，而是像保罗·斯坦哈德这样的当代物理学家提出的那样，宇宙会周期性的扩张和收缩。还有可能，我们对于尺度的理解本来就不完整。罗杰·彭罗斯研究几何图形，无论大小都能共通，他认为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待宇宙。在这种思路里，当规模无限小或无限大时，时间和尺度都失去意义，看起来就没什么区别。就像你下棋，无论棋盘大小如何，玩法都一样。或者我们的宇宙是各维度短暂碰撞的产物。超弦理论想解释现实最基本的奥秘，说一切都是10亿维超空间里极其微小的振动弦。我们平常感受到的3维空间加上1维时间，只是整体膜结构里的一个膜。当更高维的膜发生碰撞，就诞生并发展了我们的宇宙。也或许还有别的可能，也许在数学或物理的某个角落，我们还没照亮它，现在我们还无法理解。目前，宇宙的起源仍然是个谜，像是多项选择题，任你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38亿年前，宇宙确实开始了。接下来就是它的故事。宇宙中最热的地方在哪里？你也许会猜它在恒星中心这个天然的核聚变反应炉。可就算你在熊熊火海里被烧成灰，也还是徒劳无功。恒星核心的温度大约是1500万摄氏度。你或许会把目光投向更暴力的天文现象，比如超新星爆发。在恒星爆炸时，会有炙热的气体桥向四面八方喷射好几光年，并在中心留下高度压缩的中子星。中子星的温度远高于普通恒星，可达1000亿摄氏度，可这仍然不是宇宙中更高的温度。事实上，已在我们这片浩瀚宇宙里被记录到的最高温度
居然是在瑞士日内瓦湖畔雪地下的100公尺处诞生的。而且它不是自然形成，而是数以百计科学家努力，再加上投入了数十亿欧元研究开发的成果。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里，粒子会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后互相撞击。2012年，2颗铅原子在那里相撞，曾短暂产生大约 5.5 万亿摄氏度的温度，比超新星还要高50倍。可这仍然离最高可能温度相去甚远。温度其实就是粒子能量、运动或振动速度的体现。绝对零度，也就是零开尔文，相当于负 273.15 摄氏度，是温度的最低极限。理论上粒子会彻底静止，可我们无法真正抵达。不过也有一个最高极限，也就是绝对热。当粒子本身被自身能量撕裂前，这是最高温度。它就是普朗克温度，大约是 1.4 乘以10的32次方开尔文。提出这个令人难以想象温度的马克思·普朗克是一位投入研究的德国理论物理学家，他在20世纪初崭露头角。他的理论被视作量子物理的基石，也引导我们把光看成离散能量单位光子。但他也开始考虑其他自然现象的最基本量子，结合光速、重力常数和他自己从电磁辐射研究里推导出的普朗克常数，普朗克定义出普朗克长度，也就是最小空间量子大约是 1.6 乘以10的负35次方公尺，比质子还要小上100亿倍。光在真空中穿越这微乎其微的距离所需的时间被称为普朗克时间，大约是 5.39 乘以10的负44次方秒。而普朗克温度，也就是绝对高温的可操作定义，当热辐射的波长缩小到普朗克直径时，就无法再更小。对人类大脑来说，这些数字已超越我们能直观理解的范围。毕竟我们在演化上只适应与自己相关的尺度，因此普朗克单位在实际应用里似乎又太极端，温度也过于庞大。可一想到宇宙开端那无法想象的小瞬间，以及我们如今这无边无际的宇宙，这些单位反而最能派上用场。因为我们的宇宙正一直膨胀，密度也一直在减少。科学家并不确定宇宙是否是无限的，但如果它真的是无限的，那么它从一开始就一直是。所以它不是从一个点开始，而是从一个无限大的状态演变，不断变得越来越稀疏。我们可观测的宇宙就不同了，它是我们能看到或与之互动的全部，也是能和我们产生互动的区域，受制于光速和光在138亿年里所能走过的距离。可当我们往回追溯时，这可观测的区域会越来越小，越来越集中，直到某个时刻，所有我们能观测的宇宙都被压缩到只存在一个普朗克时间，只有一个普朗克长度那么大。在如此微小的空间里，我们可观测的全部宇宙温度都达到了普朗克温度。这大约发生在宇宙时间开始后100亿分之一秒，被称作普朗克时代。那是一个相当奇怪的时期。如今的宇宙里，一切运行都遵从某些不可动摇的自然法则，而这些法则主要由4种基本力决定。强力把原子束缚在一起，弱力掌管某些放射性衰变，电磁力把能量传得很远，还有重力。正如普朗克在19世纪末预测的那样，强力、弱力和电磁力都能被量子化，用看似粒子的方式来理解这些交互作用。这些信使粒子分别叫做胶子、
W 和 Z 玻色子还有光子。但重力则不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用广义相对论推翻了旧有的经典力学重力观，把重力描述成时空本身的弯曲，也就是现实结构的扭曲。通过各种大尺度试验，广义相对论反复被验证。如今我们认定时空弯曲是宇宙自身的性质，会影响到其中的一切物质和能量。所以在普朗克时代，也就是所有常规自然法则还没定型前，重力先显现了出来。可问题在于，我们对重力的认识都基于爱因斯坦行之有效的理论，可那套理论只在较大尺度上被检验过。而在普朗克时代，我们整个可观测的宇宙都被压缩到比质子还小无数倍的区域里，广义相对论就派不上用场。在极微观的尺度上，事情要靠量子力学去解释。当我们研究原子以下粒子，或用量子化的信使粒子来理解力与能量时，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规则。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会处在你期待的位置，观察本身也会改变结果。量子物理家不谈绝对，只谈概率，而且任何东西都不会永远保持原样。幸好我们日常见到的尺寸并没那么小，于是量子世界里的奇怪现象大多会被统计平均抵消。但在普朗克时代的微型宇宙里，没有任何逃离量子作祟的可能。问题就在于，要理解那一刻真正发生了什么，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却格格不入。研究者至今仍在寻找量子引力理论，好调和现代物理最重要的两大定律，才能真正描述普朗克时代的宇宙。遗憾的是，这并不容易用实验来验证。想想看，我们需要多么惊人的能量，才能在对撞机里制造并研究其他力的信使粒子，更别说引力还定义了整个时空的舞台。大概需要一个直径和太阳系差不多的大型加速器，才能让我们真正窥探普朗克时代极端下的重力。可这并不妨碍人们做理论推演和想象。有个想法认为，像其他自然基本力一样，重力也能通过某种量子化的信使粒子来传递。这种假想粒子被称作引力子。但重力之所以这么微弱，它的信使就弱到几乎不可能观测到。另一个理论叫圈量子引力，更与众不同。它把平滑连续的时空几何想象成在最小尺度上也像像素一样离散。通过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式用线或圈来替代点，量子尺度的重力计算就更可处理。或许最有名的量子引力理论还得数在理论物理界默默酝酿已久的弦理论。它把传统物理中那些点状粒子想成一维的振动弦，弦的不同振动状态既决定了各种粒子的本质，也带出了难以琢磨的重力机制。不过，为了让弦理论的数学成立，往往需要引入不下10个或11个维度，它们有的在弦里折叠，有的组成称作模或2维、5维的结构。这些都是一个被简单称为 M 的更高层理论里的基本对象。每一种量子引力的假说都比前一种更匪夷所思，深深扎根于数学抽象，几乎无法想象。可这却正是我们想做的事，回顾宇宙开端的那一刹那，在普朗克时代里脑补那段奇异光景。讽刺的是，量子力学尚未成熟的上世纪50年代，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约翰·阿奇巴尔德·惠勒就给了我们一个相对直观的描述，说那个动荡又神秘的时期就像充满泡泡变动的量子泡沫。惠勒认为，量子尺度下的互动极具动态，又无法预测，所以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让我们无法同时精准定义
普朗克大小宇宙里的长度、时间或能量。于是，今天我们熟悉的那种连续统一时空，在那一刻成了天马行空、不停随机波动的泡沫结构。在这超高能量、极度紧凑的迷你宇宙里，微型黑洞和虫洞可能瞬时出现，又瞬时消失，没有任何因果可循。在这极短暂的刹那，可以说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可只过了100亿分之一秒，普朗克时代就走向终结。当宇宙稍稍变大一点，也稍稍冷却，混乱无序的量子泡沫逐渐告别舞台，新的纪元开启。宇宙要变成我们如今熟悉的模样，还要一段时间，但从这一刻起，至少我们现有的理论有机会派上用场了。在我们宇宙里的一切都被4种基本自然力所控制并定义。想象一下，你正打开电视，重力让你牢牢坐在椅子上，把地球大气紧紧抓住在地表，还让地球绕着最近的恒星公转，为你的生存创造宜居环境。但即使如此，重力还是相对弱，你只要用单臂的力量就能抬起遥控器，轻松对抗它。当你按下按键时，看不见的红外线，也就是电磁辐射，会从遥控器前端穿过客厅。电视屏幕上数以百万计的像素会发出可见光，也是一种电磁辐射，再穿过房间进入你的眼睛。你的眼球本身是演化史上的奇迹，但说到底，还是依靠原子里的电子和原子核，由电磁力把它们结合。原子核里的质子和中子则由强合力牢牢粘在原子中心。不止这样，质子和中子还由3个更小的亚原子粒子，也就是夸克组成，同样靠强合力束缚在一起。你身体里的每个原子，电视里的每个原子，乃至于万事万物的每个原子，全都仰赖这股力量。当你聚焦视线，看着电视里不断变化的画面，你的大脑神经可能以每秒200次的频率发出信号，而这些协调的电位需要身体里钾离子浓度的平衡来维持。钾和其他元素一样，被强合力束缚，但也有别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因为钾稍微带有放射性，每秒大约有5000个钾原子会在弱合力作用下衰变。在1亿5000万公里外，太阳的核心像恒星炉一样炙热，把氢融合成氦。这股强大的聚变反应为地球提供能维持宜居条件的热量，也在星系尺度上创造了组成地球、电视和你本身的各种元素。而这一切也仰赖弱合力的参与。它的名字叫弱，可实际上影响深远。这4种基本力，也就是重力、电磁力、强合力以及弱合力，一同塑造了我们对宇宙的体验。在宇宙数百亿年漫长的历史里，大多数时候情况都是如此。可是，在最初的一瞬间，宇宙里的环境截然不同。在那时，用同样的基本物理成分，却出现另一套和现在不一样的规则。当普朗克时代过去，进入大统一纪元时，宇宙里只有2种力。这怎么可能呢？可以用掷硬币来想象，硬币在空中翻转时，正反两面无法区分，只有等它停住以后，我们才知道结果是正面还是反面。在硬币还带着能量旋转的时候，你只能看到一个旋转圆片，而不是正面或反面。这就像在早期宇宙的高能环境里，弱合力和电磁力开始融为一体。我们再也看不见弱合力或电磁力，只看见模糊融合的电弱力。如果能量进一步升高，强合力也会和电弱力合而为一，这就是所谓的大统一。
这样3种主要基本力就会变成单一的电强力。但这套旋转硬币式的理论还没被实验证实。虽然粒子对撞机可以带给我们线索，说明电磁力和弱合力如何融合，可要达到让强合力也失去自身特性的能量，还要高上亿万倍。哪怕是超新星爆发或黑洞喷射的最强天文现象，也还差个100万倍左右。至于第4种基本力，也就是重力，能不能纳进这统一体系，还得看神秘难测的普朗克时代以及各种量子引力理论的后续发展。可大统一理论依然是解释普朗克时代后宇宙如何演化的热门候选。在那个时段，历时大约比普朗克时代长了1000万倍，宇宙不断膨胀和降温。但别忘了，开头原本极其微小，所以到了这时期的末尾，整个宇宙还比一个夸克更小。所有能量都挤在极其紧凑的空间，让温度达到100万。亿开尔文比大型强子对撞机所能产生的温度还要高上好几兆倍。这就是大统一纪元靠电强力主宰带来一系列怪异的相互作用。在这个微小的宇宙里，粒子处在极度的身份错乱里，光子会自发变成物质反物质对，创造出夸克和氢子，可它们往往昙花一现，又立刻衰变回光子。电强信使玻色子则让局面更加乱七八糟，可以让夸克变成氢子，或让氢子变成夸克，让物质变成反物质，或反过来。在大统一的混乱掌控下，能量和物质、虚拟与真实粒子彼此交织纠缠，直到宇宙开始后1兆分之1秒，温度降到只剩1000兆度，强合力从融合状态里脱离出来，把2种力变成3种力，一切再次改头换面。可问题也随之浮现，这些理论或许能解释大爆炸后最初瞬间的粒子行为，却没办法说明未来宏观宇宙是怎么形成的。若把起初条件和最终规模比较，我们会觉得大爆炸似乎有哪里不对劲。2022年7月，举世瞩目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已经稳稳待在距离太阳150万公里的轨道上。在为期近1年的惊险部署和校准之后，他终于准备好正式展开科学观测。可当他将那18片镀金反射镜对准可观测宇宙里最深远的区域时，科学界却大吃一惊。在看过这台革命性望远镜传回的图像后，美国天体物理学家艾利森·科克·帕特里克在《自然》期刊里写道，他会在凌晨3点躺在床上，怀疑自己以前做的一切是不是都错了。没过多久，这些图像和他的评论就发酵了。因为光速是固定的，所以越深入观测太空，就等于越往回看时光。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看到的星系距离之远，对应的时间点只有宇宙诞生后约2亿年。不仅如此，这些星系还比预期更有条理，结构比大家认为的要成熟。恒星和星系的形成理论一时无法解释，也正是这点让科克帕特里克寝食难安。可不幸的是，外界很快就把他的忧虑延伸到对大爆炸理论的质疑，有些媒体甚至声称这台新一代望远镜的首批图像就推翻了这块基石理论。幸好这种担忧是多余的。科克帕特里克其实只是对星系形成理论感到疑惑，不是对整个宇宙起源。早期星系的怪异结构只代表我们的理解里缺了某块拼图，并不表示一切都错了。所以大爆炸理论并没因此遭到重创，暂时依旧稳当。不过想要完整解释我们所处宇宙是怎么来的，大爆炸理论
却早就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也已经很久了。当我们观察今日宇宙的大尺度结构时，会发现好些现象对不上号。首先是平均温度的问题。虽然恒星能烧到几百万摄氏度，空荡的太空却只剩略高于绝对零度的温度，可我们朝任何方向观察，都看见一个极其接近的均匀温度，也就是 2.7 开尔文，布满宇宙每个角落，直径93亿光年。但这是怎么回事？若宇宙在近140亿年里逐渐膨胀，那相距超过140亿光年的区域，如何在光速限制下彼此交流，来彼此平均温度？我们如今看到的热均匀，意味着宇宙在最初时刻就已经呈现热均匀。可想想当初那紧密纠结的量子涨落，这时听来极度不合理。这就是所谓的世界问题或均匀性问题。但麻烦不止于此。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说明，大质量物体会让时空弯曲，并由此决定物质如何运动和演化。恒星、星系、黑洞会让附近的时空出现皱褶或凹陷。可若我们视野再拉远，就会看到这些局部不规则慢慢平滑，换来整体更趋于均匀的结构。就像宇宙的平均温度一样，时空在最大尺度上似乎变化很小。我们发现，宇宙在最大尺度上看起来是平坦的。如果整个宇宙物质密度够大，时空会呈正弯曲，像球面一样弯回自身，最终可能在引力作用下逆转膨胀，收缩成大挤压。相反，若密度过小，时空会负弯曲，像马鞍面一样无限向外弯曲，膨胀会持续到永远。我们对宇宙究竟是哪种几何形态很关心，也一直努力测量，但结果却让人意外，宇宙似乎完全平坦，像和硬币边缘刚好落地一样的巧合，几率微乎其微。这就是著名的平坦性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们对大爆炸初期1万亿分之一秒的理解，那就是磁单极子的缺失。在宇宙里，各种电荷会以正负配对存在，互相抵消，总体呈中性。同理，我们看到的磁体都有南北极，两极间有磁力线连接。可尽管独立的正电荷或负电荷能单独存在，却没见过哪个磁体只有单独的北极或南极。再怎么努力，我们也找不到只带一个磁极的粒子。1979年12月某个夜晚，思考这个磁单极子去哪儿了的理论物理学家艾伦·古斯意外想出一个惊人方案。这个想法不仅解决了他纠结的难题，也顺便解决了世界问题和平坦性问题。与其说宇宙用几十亿年从一个点膨胀到如今之大，不如假设宇宙曾在极短时间里暴胀，使它突然增大许多倍，然后再回到较为正常的膨胀速率。古斯提出，在不到1万亿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宇宙的大小会翻倍大约90次，带来指数级的爆炸式扩张，彻底改变宇宙面貌。当指数级扩张登场，一切瞬间就能变得非常大。试想你有张巨大的纸，不断对折，初始厚度只有 0.1 毫米，第一次对折后变成 0.2 毫米，再折一次差不多 0.4 毫米，第三次大概就和指甲厚度相仿。前几次没什么，可折到第7次时，纸叠起来能有一本笔记本的厚度，第10次时足以比拟你手掌的宽度。历史上真实能做到的记录是12次对折。当年2002年，一个美国女学生把一张 1.2 公里长的纸巾折成半米多厚的纸坨，但若纸张更大，每多折一次，厚度就天文数字般增长。
折到第23次，指坨会有1公里厚。第30次能到地面上100公里的高度，也就是太空边缘。第42次能抵达月球，第51次折叠会到太阳的位置。第81折能到仙女座星系宽度大约141000光年。第90折就能超过侍女座超星系团13000万光年那么大。古斯把这种惊人的膨胀用来解释整个宇宙。在不到1万亿分之一秒里，伴随普朗克时代和大统一时代的混沌之后，炽热又极度高密的宇宙突然暴涨到原本的1万亿亿倍还多，真正称得上是把大爆炸里的爆给具体表现出来。原先看来炙热又充满能量的宇宙，现在被迅速拉大到寒冷又空旷。这个听起来极端，却巧妙解决了困扰大爆炸理论的3大难题。因为暴胀，让我们能假设眼前宏大的可观测宇宙其实只是整个宇宙中的一个泡泡，它的大小由光速、经过的时间以及自创始以来的膨胀所决定。由于暴胀和后续的膨胀，我们可见气泡直径约93亿光年，但这不过整个宇宙的一小部分。在我们看不见的更大范围里，答案就在那里。所谓的世界问题，也就是均匀温度问题，只有在我们假设这种均匀扩散遍及所有宇宙，才会成为问题。可暴胀允许早期紧凑宇宙里存在的温度巨大差异被瞬间拉得遥遥相距。我们可观测的那块局部在暴胀前和自己互相平衡过，但与其他我们看不见的区域可能完全不同。至于平坦性问题，也只是在我们以为整个宇宙都是平坦，才觉得太过巧合。如果我们只看到整个宇宙的一小部分，就无法断言宇宙整体是怎样，可能只是视角问题。就像站在海边，看见水平面似乎是平的，可若你飞得够高，就能看见地球实际上是弯的。也许更广大的宇宙里，时空是正弯曲、负弯曲，或者两者相互混合，但我们无法越过自己的宇宙海岸去确认。最后，磁单极子缺失的问题，只是我们假设全宇宙都没有它们，才会是难题。但其实并不一定没有。如果在早期宇宙里，确实按目前模型预测那样存在很多磁单极子，那么在暴胀时期，它们被甩得极其分散，每一个相隔的距离都能大到一个可观测宇宙范围。我们要在一个直径93亿光年的球体里找唯一一个磁单极子，找不到也不奇怪。暴胀如今已稳居我们对宇宙初期的认识。自从艾伦·古斯提出这个想法后，40年来，宇宙学家一直在研究何种机制能让宇宙瞬间暴涨。有人推测，这场巨变和基本力的大统一结束是同一时段，也就是强合力独立出来的那一刻。有些科学家认为，以前负责传递电强力的 X 波色子衰变产生了强大的暴胀场，由暴胀子传播。这股强大的新能量引发宇宙指数级膨胀，把原本量子规模的不规则一下子放大成星系团和超星系团的雏形。不过在这片扩张中，宇宙难免变得更冷、更空，整体能量水平下降了大约10万倍。科学家现在还不确定暴胀为何会停止，但当它停下时，暴胀场和暴胀子衰变，把大量能量重新注入宇宙。也正是这样，才让物质得以真正生成。而在更庞大、更宽敞的宇宙里，自然法则才逐渐变得接近我们能理解和模拟的模样。这就是电弱纪元一直持续到大爆炸后
约10000亿分之一秒。此时出现了夸克和氢子，物质与反物质受重力、强合力以及仍然合体的电弱力共同掌控。可当时温度和能量还高得吓人，强合力对这些被超强能量搅动的粒子几乎束手无策。同样，电弱力对物质与能量也难以真正确立管控。虽然重力自宇宙开始就存在，但有个关键因素尚未就位，让重力有力无处使。在新生的粒子被赋予质量前，它们都闹腾得无法无天。得再等到下一场能量下降和新的宇宙变革，我们才会看到那个逐渐变得像如今这样熟悉的宇宙。对称无处不在，我们在大自然中随处可见平衡、规律与几何美，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还是各种动物，无论大小，我们都是两侧对称，从中线镜像复制，而且我们普遍认为对称越完美就越美。许多生物都和我们一样具备左右对称，从庞大的鲸鱼到最微小的蠕虫。如果不是二重镜像，还有像海星和海胆这样偏爱五辐射对称的动物。其他生命界里也能发现双侧和辐射对称，植物、真菌甚至细菌都有。科学家发现，演化更倾向这些平衡且对称的形态，尤其因为这种形态能用更简单的指令来建构，而那些复杂不重复的几何就更难。实际上，数学和算法式的简单性也支撑着无生命自然界里的各种对称。在科学里，对称的含义比日常用法更广，意思是某个东西在怎样的情况下都不变。从物理定律到能量和动量守恒，宇宙本质上就是对称的。正电荷和负电荷相互平衡，有些粒子顺时针旋转，有些逆时针。如果你在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去测重力强度，得到的结果和我们太阳系里是一样的。可宇宙并非完美对称，就像仔细看人体，会发现心脏偏向一侧，宇宙也有平衡里的瑕疵。有些粒子从不顺时针旋转，另一些从不逆时针。物质与反物质数量不对等，电场能做的事，磁场不一定能做。虽说它们在理论上等价，但很多这种不对称正是现实能正常运作的关键。可最初并不是这样。大约在宇宙诞生后最初的10000亿分之一秒，宇宙学家认为所有事物曾经是完美对称的，一切都平衡。但随着各种基本力最终分离，以及某种影响深远的东西出现，质量一切都变了。就像水在降温过程中会经历从蒸汽到液态再到固体冰，每次相变都改变性质，也降低对称性。同理，年轻宇宙的降温过程会让其中的能量和物质发生相变。当4种基本力终究各自独立，凝固成各自的形态，我们便迎来新纪元——夸克纪元。而且这时第一次由物质的交互作用来定义宇宙。我们已知的最大单一天体或许是超巨星 UY Scuti， 它的直径比太阳大1700倍，若它放在太阳系中心，外缘能延伸到木星轨道左右。可就和所有恒星一样，这颗庞然大物几乎完全由宇宙里最小的东西构成，也就是氢和氦的原子。氢是所有原子里最小的，过去人们曾以为原子是最小单位，连名字都来自希腊语，不可分割。可20世纪初的原子理论革命告诉我们，原子其实很可分。也正因为这可分性，才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力的武器之一。氢和氦
虽说简单，却由质子、中子和电子组成，而这些粒子还相对容易分离和操纵。可即使是质子和中子，也不是最基本的，里面还有更小的单元夸克。夸克和电子的各种特性会支配所有物质的性状，连宇宙里的最大天体 USKT 都不例外。200年来，物理学家一直追寻物质的基本粒子。要把越来越小的粒子撞开，去看里面有什么，需要大量能量，只能在粒子加速器里把它们加速到极快速度，再对撞。从对撞废墟里分析，我们可拼出宇宙基本构建全貌，这就是著名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理论上，只要有这套模型，就能解释宇宙中事物的模样和缘由。普通物质，比如质子和中子，也被称作强子。可它们各自由不同种类的夸克组合，每个夸克有它自己的质量、电荷、自旋，还有被称作色的属性，用来解释它们如何团结成组。正电荷的质子由2个上夸克和1个下夸克组成，中性的中子则是2个下夸克和1个上夸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夸克，比如奇异、灿顶、底会组合出更奇特的强子。这些粒子一般只在实验室里才见得到。就算实验中用巨大能量来撞击强子，物理学家也没发现过夸克里有更小的结构，看起来它们就是最底层。而在原子核周围绕行的电子也同样看不出分裂可能，归类为轻子。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普通物质只用了带负电的电子，可在对撞机里还能看到别的奇特轻子，如缪子、套子以及各种中微子。所以我们的标准模型包含12种最基础、不可再分的物质粒子，也就是6种夸克和6种轻子，再加上它们各自的反物质版本，以及基本粒的信使粒子，包括电磁力的光子、强合力的胶子，还有弱合力的 W 和 Z 波色子。如果在时空中真有某种虚拟粒子来传递引力，目前依旧没有被捕捉到。因此，我们暂时把这4种规范波色子加上那些物质粒子，用来描述宇宙里的一切，或至少大部分。可我们还有个巨大的缺口，就是质量。在宇宙里，从轻到不，每种元素都有自己的特征质量，大多来自原子核里质子和中子的数量。因此，看起来原子的质量主要来自质子和中子。可我们再深入追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原来，一个质子的质量远大于它3个夸克质量的总和，这3粒子加起来只占整体质量的 9% 左右。剩下的那一大块来自核内部的能量储藏，也来自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 E 等于 mc 平方，以及胶子与强合力在量子层面的各种纠缠。因此，回看宇宙中所有普通物质的质量，超过 90% 不是来自物质本身，而是存在于空隙和能量。但夸克本身仍有质量，这和那部分能量贡献不一样。这背后的原因曾经是谜。光子和胶子能轻松做事，却不需要质量，而电子和中微子的质量也比最小的夸克还小。而弱合力的 W 波色子质量却高达上夸克的4万倍，比一个铁原子还要重。为什么粒子质量会差别如此之大？甚至为什么它们要有质量？是当年困扰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他在爱丁堡大学任教和做研究时提出了解法。他认为一开始所有粒子都没有质量，直到某个瞬间，一种新的能量场出现，
遍布整个时空，才赋予粒子质量这一性质。这个希格斯场通过自身量子化的信使粒子希格斯玻色子来传递，它和标准模型的另外16种粒子并列，成为解释宇宙里物质行为的大功臣。不过，尽管希格斯的理论成熟，人类却等了将近50年，才真在实验里找到希格斯玻色子。为了证明这昂贵又抽象的探索有意义，1993年，英国科学部部长承诺，如果谁能想出最佳类比，帮大众了解希格斯场的重要性，他就送对方一瓶香槟。有人用糖浆、棱镜或电场来打比方，但最终是伦敦大学学院的物理学家大卫·米勒胜出。他谈到热闹的鸡尾酒会，米勒说，派对上大家正愉快聊天，一个普通人能比较自如地穿越人群，但如果某位大明星出现，人群都聚过去搭讪，使这明星步履维艰。派对人群好比希格斯场，那大明星就是被赋予质量的粒子。而对于那些还没看到明星的人来说，消息传来，人群里会涌动起一波骚动，这就像希格斯玻色子在场内传递的涟漪。这比喻虽不完美，但一直很受欢迎。可我们依然花了不少时间，像大海捞针似的去搜寻这样一个粒子。美国费米实验室的 Tevatron 加速器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用多年时间来撞击粒子，并观测残骸。问题在于，希格斯只提出它存在，却没明确它出现在哪个能量区，也没说明颗粒性质要怎么找。所以我们等于连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就去干捞草堆。最终在2012年，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实验完成了这不可能的任务。科学家证实，他们真的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从而证明了希格斯场确实存在与运作。它成功在标准模型里占据一席之地，也在宇宙早期的演化中扮演关键角色。在大爆炸后的1万亿分之一秒，电弱粒灾难式的分裂成2部分，终结了宇宙的完美对称。原本传递电弱粒的 W 和 B 玻色子衰变成电磁力的光子，以及弱核力的 W 和 Z 玻色子。可对称性破裂才刚开始。大约就在这时候，希格斯场出现，给予在暴胀和电弱分裂里不断生成的真实或虚拟粒子们质量。W 和 Z 玻色子变得超级重，夸克和氢子也依照种类和口味获得各自的质量，而光子和胶子依旧没有质量，不受希格斯影响，和以往一样自由无数。当大爆炸后到达大约10亿分之一秒，夸克纪元正式确立。此时宇宙里总算具备了所有原料，也就是那些特征粒子和特征力量，可以用来打造恒星、行星，乃至于我们。弥漫在爆炸后宇宙中的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就是以后所有宇宙结构的原始汤。我们的宇宙里充满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变化与多样性。有些恒星炽热并且寿命极短，短短几百万年就会猛烈爆炸。也有些恒星燃烧的较慢，几万亿年都几乎不变。同时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行星、庞大的气态巨行星、炙热贫瘠的岩质星球，偶尔也能出现绿色、有水、适合生命的世界。在那些确实拥有生命的行星上，比如地球，就有你能想象到的各种生物，从呼吸硫或甲烷的细菌，到会思考、自我认知的猿类，他们建造建筑与望远镜，并思索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宇宙可能无穷无尽，能容纳几乎无限的多样性。
但也有一些现实层面的特质，不管你在宇宙何处，用什么方式观测，都是亘古不变的。科学家在扩大对宇宙运作如何以及为何的理解过程中，逐一揭示了这些所谓的自然常数。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撞上类似魔术般的数字，跟其他物理定律或现象毫无关联。比如光在真空中的速度，通常被视为任何在宇宙中前行的终极速度上限，它是 2.99792 乘以10的8次方公尺每秒。或万有引力常数，它描述了两个物体由于重力而相互吸引的强度为 6.67384 乘以10的负11次方，单位是公尺每秒平方每公斤。这样的列表还在继续。我们有精准而明确的常数，把粒子能量和温度，或温度和所发射的辐射量联系起来，也涵盖由电流产生的磁场强度以及电荷生成的电场强度。更不明显却仍重要的是，基本粒子的质量也被定在常数值上，但似乎又很随意。就连希格斯机制也无法解释为何它们会是这些数值。为什么自然界中这些关系要有如此精准的数值？这连伟大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都深受困扰，尤其是所谓的精细结构常数。它实际上描述了粒子之间电磁力的强度，定义电子吸收光子的概率。它的值大约是137，却和任何其他物理定律没直接联系，也没有理由不是12或135或3001数。可它偏偏是137，才能让宇宙的整体状态保持现状。如果它大幅增大或减小，都将严重影响质子的稳定性，让物质难以维持存在。对于大多数其他自然常数亦然。若引力比现在弱，那么宇宙就只会剩下不断稀释的氢气汤。若引力更强，所有物质都被挤进黑洞或短命且剧烈的恒星，再没有行星或生命能形成。这些看似随意的自然常数，却被精妙地微调得恰到好处，才造就我们看到的多姿多彩的宇宙。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仍不知道。或许只是碰巧如此，或有人在操控旋钮。也有很多科学家猜想，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个不同初始条件、不同自然常数的宇宙中的一个，大部分都失败荒芜，只有少数刚刚好的才会演化出丰富多样的结构与生命，包括我们。不管怎样，这种微调在宇宙开端的最初几秒就已经十分重要。在大爆炸后1亿分之一秒时，宇宙里充斥惊人的夸克、氢子以及无处不在的虚粒子。当时温度和能量还过高，这些基本粒子无法正常彼此交互。等到温度再降，到大爆炸后100万分之一秒，宇宙的温度仅剩1兆摄氏度。胶子和夸克终于放慢了疯狂振动，首次彼此作用。如前所述，质子和中子是3颗夸克的复合粒子。可构成质子的2颗上夸克和1颗下夸克本身并非和谐共处，因为2颗上夸克都带正电，同性电荷会相互排斥，而且距离越近排斥越强。幸好有了最强大的强合力，由胶子来传递，这才把它们锁在一起，形成稳定的强子粒子。但其实质子内部构造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诡异。不仅大部分质量来自能量和量子动态，而且构成物质的成分并不总是固定。有时候，一个原本上夸克或下夸克会突然变形，变出一个灿夸克和它的反物质对应。不过这变化很短暂，灿夸克也很快重新结合。换句话说，质子里
总是模模糊糊的含有那些普通的价夸克，也有胶子和偶尔现身的羟夸克。由于胶子和临时羟夸克可以被视作虚粒子，所以质子里超过 99% 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真实存在的粒子。质子和中子的内部运作固然古怪，但在大爆炸后的100万分之1秒里，它们已越来越占据宇宙的主要成分。然而在这个炙热密集的等离子环境里，由于弱合力的影响，新生的质子可以轻易转变成中子，反之亦然。直到温度再度下降到接近1秒时，这项由弱合力带来的身份转变才渐渐失效，质子和中子不再频繁互换。这段时期被称作冻结，强子们终于选定了自己是谁。这时候，所谓的精妙常数再次发威。具体来说，就是上夸克和下夸克的质量有差异。因为下夸克比上夸克更重，而中子里有2个下夸克，所以中子的质量比含有2个上夸克的质子略大。当宇宙继续降温，这些粒子在最后时刻的转换会走能量更低的路径，也就是从较重的中子变成较轻的质子，而不是相反。于是从那以后，宇宙里的质子数量就比中子多，差不多7:1。而事实证明，这个比率对宇宙后来的形成非常关键。质子构成了氢和氦，而氢氦是恒星的燃料，也是更重元素的基础。这些带电的质子多于中子，才让元素能彼此作用，推动化学与生物学发展。如果当初设定不同，比如下夸克被微调的稍微轻一点，那么我们如今见到的宇宙就会非常不同。如果中子比质子更轻，在冻结时就会有更多中子留存，化学反应的可能性也会变得有限。只有质子的轻，也就少了中子，恐怕不会长时间稳定。或许有些较重的质子能跟中子结合，生成氦原子，但氦被誉为最惰性的元素之一，而且宇宙里中子也许会过剩。要想实现核聚变都难，更别提形成恒星、星系、行星或我们。所以我们该感谢宇宙会更偏向质子。可这并不是宇宙在这个阶段唯一出现的失衡，还出现了物质与反物质的神秘失衡。想象某一天，或许我们在人类的天空中恰巧朝某个方向观察，就会看到某个外星文明自我毁灭的景象。也许只是一颗微弱星星稍微亮了一下，可实际上代表了某种能量惊人的毁灭武器夷平了整个星球。历史告诉我们，地球文明常常争端，与领土斗争不断，没理由认为银河里别处不会如此。当外星世界爆发战争，他们也会陷入军备竞赛。从锋利的武器到爆破弹药，从纳米机械到原子弹，毁灭性武器不断迭代。可这些先进外星还不满足，又把目光投向更强大的能量来源。凭借更先进的科技，他们学会了制造并分离反物质，用电磁力把它悬浮在真空里，等到需要时再释放。他们不需要大量燃料或任何引爆装置，因为反物质一旦碰上普通物质，就会两两湮灭，释放巨大能量。仅1克反物质就能产生相当于90公斤传统核弹燃料的爆炸威力。于是军备存量越积越多。无论是愤怒也好，误会也罢，或哪怕只是意外，一旦这堆反物质武器被引爆，黑夜瞬间变成白昼，灼热的风席卷城市，摧毁双方和一切生命。整个星球都在往后数百年沦为废土。这就是物质和反物质相遇的毁灭性可能。可实际上，我们天天被反物质包围。
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在1928年首次预测了反物质的存在。他试着把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整合时，发现它的方程不仅适用于带负电的电子，也适用于带正电的镜像，预言了一种全新的粒子——反电子，也称正电子。4年后，美国物理学家卡尔·安德森在研究宇宙射线的云室里真实观察到这种难以捉摸的粒子。在确立了反物质存在以后，物理学家也开始寻找其他反物质粒子。1950年代，加州的 Bevatron 加速器成功探测到首个反质子和首个反中子。1995年，科学家终于拼出一个反氢原子。如今我们知道，从超新星与黑洞喷流到香蕉里的钾发生放射性衰变，每隔大约75分钟都会产出一个正电子。所以反物质并不只存在于科幻情节里，但在宇宙中依旧远少于普通物质。根据湮灭信号的缺失，科学家推断，在银河系里每1000兆个正常物质粒子里，顶多才有一个反物质粒子。这样也好，否则如果两者数量相当，早就湮灭的只剩一片空无，什么恒星行星都无从谈起。可问题在于，这幸运的不平衡是如何形成的，至今还让物理学家头疼。也许又是某种微调系法。早先，物质和反物质是一同形成的，在大爆炸前1亿分之1秒里，通过能量转化创造出一对对粒子。在那高度密集的环境里，它们不会活太久，很快就遇到对立面湮灭，再变成能量。这样不断的自发生成与毁灭，直到宇宙温度下降，不再产生新的夸克、反夸克对或氢子、反氢子对。可胶子并不管你是普通物质还是反物质，于是当质子和中子首次诞生时，反质子和反中子也同时生成。一切都该是平衡的。此时物质和反物质应该数量相当，因为两种粒子行为一样，只会两湮灭，所以也该一直维持相等。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平衡。在大爆炸后的100万分之1秒到2分钟之间，物质与反物质的数量差距渐渐拉大，最后只剩1亿分之1的反物质还存在。到如今，科学家也不确定原因。也许这跟弱合力打破对称性有关。上世纪50年代，吴健雄的实验显示，夸克和反夸克确实在自然法则里被稍微区别对待，这差别虽小，但我们能测量到。可即便如此，这也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物质能大获全胜。因此有人猜想，或许存在某种尚未发现、可能已经灭绝的粒子在背后发挥作用。这个想法来自标准模型里另一种不对称。我们已知的粒子和反粒子都有左旋和右旋两种形式，也就是物理学家说的守正对称。但有个例外，中微子。实验里，我们只发现了左旋的中微子和右旋的反中微子。那右旋中微子和左旋反中微子去哪了？科学家猜它们或许只在宇宙诞生最初的100万分之1秒里出现过，然后不稳定的衰变。如果它们更倾向衰变成物质而非反物质，这就能为物质后来胜出埋下伏笔。这个理论很诱人，但要验证却很困难，除非我们能更多了解这些神秘缺席的中微子。要等到宇宙开始大约1秒时，中微子才有更多信息能告诉我们。当我们望向夜空最深处时，会在几乎所有波段看到各种奇景。有弯弯曲曲的星系，有五颜六色的星云，
还有被称为类星体的刺眼光点。这些遥远的超大质量黑洞在星系中心吞噬物质和光。不过，这些类星体还照亮了另一种遍布深空的奇妙现象，被称为莱曼阿尔法森林。由于光在不断膨胀的宇宙真空中以恒定速度行进，越遥远的天体也就越古老。当我们看见很远的类星体时，其实看到的就是它们好几十亿年前的模样，而且它们发出的光也被红移了，比起原本的样子会更往红色方向拉伸。然而，当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古老又遥远的类星体光谱时，除了它们本身被红移的辐射，还有很多更短波段的明显吸收凹口。这些吸收凹口多到挤成一片，就像高山松林一样茂密。这就是莱曼阿尔法森林，但这里没有真正的森林，而是星际空间里那些低密度的氢气云。当光穿过氢气云时，会有部分光被吸收，于是我们在地球上收到的光谱就出现凹口。这就是发生在这些远古类星体的光上，每一个吸收凹口都代表一个原本看不到的氢气云。光是能够想象这些微弱结构就已经很令人惊叹，但通过分析它们的排列分布，我们还能窥见早期宇宙的化学和成分。天文学家发现，这些吸收凹口在高红移处最密集，而高红移也代表更早的时代。这给了我们一个窗口，去了解最早期宇宙里的化学元素与组成。跟今天相比，早期的宇宙里到处都是这种低密度氢气云，几乎没有光能躲开它们。这些氢气云成了恒星和星系的育婴室，而它们本身也是宇宙刚诞生时就已经孕育出来的。当宇宙刚过1秒时，其实已经发生了不少事。那个时刻的温度大约只有100亿摄氏度，到处都挤满了那些在无情粒子大战中胜出的粒子，以及无数高能光子的碎片，它们是在无数彼此湮灭的碰撞中产生的。因为幸存粒子本身的特性，质子与中子的数量比例被定下来了，那种充满随机诞生与转换的年代也正式结束。如今有质量的粒子已经通过希格斯场获得它们的质量，而主宰我们生活的4种力——强合力、电磁力、弱合力以及引力，此时都已经完全成型。只不过在这样炽热而剧烈的环境中，它们的行为还是很狂放。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只有1秒大的宇宙的研究还是以理论物理为主，因为要在实验室里制造当时那样的高能量，依然相当困难。不过，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能让实验物理学家甚至天文学家更深入研究的时代。我们终于能窥探到一段有望被观测，甚至被制作成图的宇宙历史。在南极的冰天雪地里，每年有几周时间太阳不会落下。就是在这个时候，2005年1月，最前沿的冰立方中微子观测站正式开始向冰层直灌热水，用了58小时才钻出第一口2.5公里深的井。而这样规模的井总共要钻80口。如今，冰立方阵列的那些井分布在1平方公里的南极冰下，但这个超大规模与不可思议的地点还不是这座新一代望远镜唯一让人惊奇的地方。它并不是朝着夜空上方，而是向下穿过地球深处来观测。它没有镜头、反射镜或射电天线，而是由4000多颗模组组成。这些模组挂在超过80条深插进冰层的绳线上，就像一串串珍珠沉在南极冰冷黑暗的深处。虽然这样听起来挺匪夷所思，但事实上，这却是观测全宇宙中最难捉摸粒子之一的理想方法。
冰立方并不是孤军奋战，在金矿底部、全世界最深的湖底以及日本群山内部也有类似的设备，都在寻找这种神出鬼没的中微子。中微子这个粒子最早是在1930年代被提出，用来解释核衰变方程式里的能量不平衡。当时观察到中子有时会自发衰变成质子和电子，物理学家泡利发现还缺了一点能量，于是他推测一定有另一种非常微小、质量极轻、几乎透明的粒子在捣鬼，只是我们当时完全侦测不到。事实也正是如此，仅仅依靠普通的核衰变，每秒就有100兆个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但我们却毫无感觉。然而，科学家可不会轻言放弃。1951年，美国物理学家克莱德·科恩和弗雷德里克·雷恩斯就开始找寻这种鬼魂粒子，还给研究取了一个响亮的代号“幽灵计划”。他们第一步打算用强力的核分裂反应来制造足够多的中微子。他们甚至提议过引爆一颗20千吨的核弹，并在距爆心50公尺处放置一个巨大侦测器，绰号怪兽，它能侦测到中微子碰撞后发出的闪光。如果真的建成，怪兽将比当时任何侦测器都大上1000倍。可惜这项构想实在过于困难，所以他们转向更可控的核反应堆，寻找足够的能量。终于在1956年，科恩和雷恩斯的实验成功了，他们总算破天荒地侦测到这个让物理学界头痛了20多年的鬼魂粒子。直到今天，中微子的检测与研究已经进步了不少，科学家也能够在粒子加速器里制造并研究它们。但那些像贝加尔湖里那种庞然大物级别的侦测器依然很有存在意义，因为中微子不仅能帮我们解答现今宇宙的问题，还能追溯到宇宙最初的瞬间。中微子产量极其惊人，来源又非常多元，科学家希望借由中微子研究那些现代宇宙里最强烈、最神秘的事件。有一颗位于大麦哲伦星云里的恒星，在大约168000年前爆炸成为超新星，它喷出的碎片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向四周扩散。1987年，这些碎片以及无数在爆炸时产出的中微子终于抵达地球。在日本的科学家当时观测到了11颗那场爆炸产生的中微子，他们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虽然看起来数量很少，但天文学家正是用这种中微子视角看见那次超新星爆发，这也让多信使天文学时代正式启程。重力波、各种波段的电磁望远镜以及中微子探测器都能搭配在一起研究宇宙最极端、最不可思议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中微子能穿透许多光无法穿透的地方，因为它几乎不会跟任何物质互相作用，从星云、恒星甚至整个行星都能轻松穿过，只会受到弱合力和引力的影响。这种穿透力也让它们成为我们窥探宇宙最初时刻的有力工具。在大爆炸后1秒时，宇宙还充满炙热的粒子与光子，密度高到什么都不透明，足足几十万年都如此。我们的望远镜依赖光子在真空中传播，没办法直接看穿那种高密度的等离子体。如果想观察更早的情形，就得用别的方法，而这里就是中微子能大显身手的舞台。在大爆炸不到1秒时，中微子与反中微子也是那锅宇宙热汤里的一部分。它们一直在碰撞与散射，不断与其他物质交互作用，因为当时一切都还非常炙热。可在大约1秒左右，宇宙降到100亿摄氏度，粒子运动放慢，中微子就此逃脱出来，不再与物质或光纠缠，而是自由穿梭在宇宙中。这股大逃亡也在宇宙中留下印记，科学家称之为
宇宙中微子背景。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印记，就能看见宇宙只有1秒大的模样，比我们现在用光子望远回溯的38万年纪元还要提前许多。可这些来自宇宙最初1秒的遗迹中微子，比高能中微子还要难抓住。因为高能中微子在每立方公分里就有1000亿个，而这种远古中微子在同样体积里可能只有300个。要直接抓到它们，我们得把侦测精度提升上限在水平的10亿倍，或者找它们在逃脱时对宇宙造成的影响。它们是当时宇宙唯一能穿透不透明等离子体的微小粒子，所以可能会在经过时留下一个个小型音爆，改变当时物质和能量的分布。这些区域有的略微变热，有的略微变冷。经过138亿年的膨胀后，这些冷热分布被放大，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尺度宇宙结构。如果能破解星系分布里藏着的讯息，也许我们就能听见那来自宇宙1秒时的回声。但这还不是唯一和1秒大的宇宙有关的谜团。让我们看看痛618，它位在距我们182亿光年的地方，亮度是太阳的140兆倍，被视为已知宇宙中最闪亮的天体之一。据推测，它大约有110亿年历史。虽然如此明亮，其实是因为它中心藏着宇宙间最大的黑洞之一。这个超巨型黑洞差不多有太阳质量的660亿倍，比我们银河系中心的人马座 A* 还大上15000多倍。事实上，这个黑洞比银河系所有恒星的总质量还重，所以它的直径足足是海王星轨道宽度的40倍。如此惊人的规模带来极其强大的引力，让物质能以每秒10000公里的可怕速度往里掉，并在周围吸积盘里发生猛烈摩擦升温，发出耀眼光芒。虽然痛618也许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最大的黑洞，但它绝不是宇宙里唯一的这种巨兽。许多大型星系中心都潜伏着超大质量黑洞，质量往往超过太阳的10万倍。而且，它们在星系诞生和演化的过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些炙热又庞大的中心会不断吞噬周边恒星物质，让自己进一步成长。只是它们出现的时机似乎比我们模型预测的要早。天文学家发现，一些巨大黑洞在大爆炸后，短短几百万年就已经存在。可我们对恒星形成和死亡的模型根本不足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培养出这样的怪物。有些超大质量黑洞不到宇宙诞生后10亿年就已经长到太阳质量的10亿倍，可按星系形成的节奏来看，当时最多也只能累积到10万倍太阳质量左右。一种可能的解释来自1971年史蒂芬·霍金的理论，黑洞可以不用恒星先诞生再崩塌，而是直接在早期宇宙的密度波动里产生。他称之为原初黑洞。那时宇宙里主要是辐射主导，一切都处在灼热的光子与物质浆糊状态。如果局部的密度不均太大，引力会迅速把那块区域拉拢成黑洞。而这样的过程只有在大爆炸后1秒左右才可能发生，因为再过1秒后，宇宙就膨胀，冷却到足以让引力失去那种瞬间压缩的威力。此后，宇宙要等好几百万年，直到恒星死亡后，才有新的黑洞诞生。但如果原初黑洞真的存在，它们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观测到的这些超早期巨大黑洞的种子。问题是，这个理论虽然和我们对早期物质行为的理解并不冲突，但我们实在不知道当时这些黑洞会在那1秒里长多大。数学推测里，越晚形成的黑洞越能变得更大，所以它们的质量范围从极微小到比太阳重10万倍都有可能。我们要怎么确认它们存在，并且辨别出来呢？一个方法
就是找它们毁灭时的迹象。在1970年代，霍金还提出一个观点：黑洞不只会吞噬物质，也会通过霍金辐射失去质量，而且质量越小，蒸发的越快，最终会因这个过程急剧加速而爆炸，相当于100万兆吨级氢弹的威力。任何低于1000亿公斤的黑洞都可能在宇宙年龄内蒸发光，因此科学家用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等设备去寻找这种末日爆炸发出的辐射信号。其他潜在的侦测方法则是看它们经过恒星或星系前方时造成的微重力透镜或亮度放大，或者观察它们抓住某些致密天体并把它摧毁的迹象。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只排除了某些质量范围，但还是留下一小块不确定区间。原初黑洞的大小和形成时间仍是个悬而未决的谜。不过，天文学家还没有放弃，新一代高精度望远镜还会接力探索。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已经在观测早期宇宙里最初的恒星和星系，这也能帮助我们搜寻那些可能当作种子的原初黑洞。而将于下个10年发射的镭射干涉仪太空天线，也就是 LISA， 会继续用引力波来扫描宇宙。若能侦测到某些独特的波形，或许就能证明那种在1秒后诞生的原初黑洞正一直潜行在这广袤的宇宙中。在2022年12月5日，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国家点火装置里，人类取得了一个惊人的新突破。他们用192束激光照射到一个只有1公分长的金质圆筒里，里面放着一颗跟胡椒粒一样大小的燃料丸。那个燃料丸里有氢的2种同位素，氘和氚。当激光能量打到圆筒内壁时，温度瞬间飙到比太阳表面还要高的大约300万度，释放出强力的 X 射线。这些 X 射线猛力轰击燃料丸的表面，用大约400公里每秒的速度压缩里面的氢同位素，让它们在不到100亿分之一秒的时间里达到了大约1000亿倍大气压。氘和氚的原子核在这可怕的条件下发生聚变，变成氦，并放出高能量的中子和其他能量。总共大约有 2.05 兆焦耳的能量打进圆筒，最后聚变产生了 3.15 兆焦耳的能量。这表示我们第一次把投入的能量转化出了更多的能量，整整花了近70年才达成这种能量增值效果，足足多了大约1半。虽然这增益还只能用来烧20壶水这么多，但对核物理学来说，这可是极具意义的里程碑。其实，在宇宙中，恒星的核心早就一直在进行这种反应，而且整整做了数十亿年。更厉害的是，宇宙在诞生第1个分钟时，就已经在做核聚变了。人类对于把一样东西变成另一样东西，总是充满了好奇，无论是变魔术，还是想把普通金属变成黄金。在太初宇宙里，混乱的基本立场更是让各种粒子频繁换身份。而到现在，弱作用力还在进行放射性衰变，让原子核碎裂，转变成更轻的元素。这种核裂变会在很多元素里发生，从碳14到铬99，再到铀235。这种放射性衰变主要因为原子核不稳定，通常在正常环境下就会自动发生。可另一种核反应，核聚变，却得让原子核变得更重，在元素周期表上往上走就非常不容易了。决定原子身份的是原子核里质子和中子的数量。氢只有1个质子，但有不同数量中子的同位素。铁只有1个质子，氘多1个中子，氚多2个中子。当再加上1个质子，元素就变成了氦，
氦3带1个中子，比较稳定的氦4则带2个中子。强相互作用力能把质子和中子绑在一起，但质子本身带正电，会被电磁力互相排斥，所以要非常高的温度和压力才能让它们贴得够近，好让强力发挥作用。在恒星核心或者像金桶这种被高能激光辐照的环境里，就能让这些质子成功聚在一起，形成更新更重的元素。如果要合成有几十个质子的更重元素，还得靠更极端的天文事件，比如超新星或恒星相撞。虽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好不容易才做出一次能量增值的聚变，但他们其实对恒星里如何把氢和氦变成其他元素相当了解。他们甚至还研究了棕矮星这类没完全点燃的星体，质量比木星要大，但又不够大到能把普通撇聚变成氦，只能先靠聚变刀来勉强发光。不过这些都没告诉我们最初的氘和氦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就得追溯到恒星形成前的时代，也就是宇宙诞生第1个分钟左右，当时平均温度大约是1000万度左右。在大爆炸后大约100万分之1秒，温度才慢慢下降，让夸克可以组合成质子和中子，也就是后来所有元素的原材料。可是大约还要再过1亿年左右，才会出现第1批恒星用核聚变在核心发光发热。那在这之前，这些原子核是怎么形成的呢？1948年，拉尔夫·阿尔法跟他的指导教授乔治·嘎莫夫提出了一个机制，后来被称作大爆炸核合成。这是个非常大胆又有创意的理论，不过加莫夫硬是把汉斯·贝特的名字加进论文里，只为了让作者名单从阿尔法、加莫夫变成阿尔法、贝塔、伽马跟希腊字母谐音，也让这篇阿尔法、贝塔、伽马论文声名大噪。这篇论文奠定了我们对恒星诞生前的高温条件，如何把氢变成氦的理解，中间还要经过氘这种过渡形态。最轻的撇就是单一质子，一旦夸克变成质子，撇就出现了。不过真正变成中性的氢原子还要再等到电子加入以后才行。大爆炸后大约10秒钟左右，温度降到让有一个质子、一个中子的氘核诞生，可那时候宇宙还很烫，能量密度大，光子撞来撞去会把氘又打散，这就是所谓的氘瓶颈。等过了300秒左右，温度才够低，让氘变稳定，又能跟其他质子融合，最终形成氦3。再接着就出现了最常见的氦4，带2个质子和2个中子。氦4是最稳定的原子核之一，几乎不容易被打散，所以在那几百秒里，大多数自由质子就被抓去变成氦，不会再继续往上合成更重的元素。根据当时质子、中子数量和能量密度的预测，宇宙应该会有大约1/4的质量变成氦，这跟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宇宙也大约有23%的氦含量，非常吻合。这也是宇宙初始条件被微妙调校过的又一例证。如果当初质子中子比例不同，或宇宙在那时更致密，就会合成更多氦，化学反应也会更少，星体和星系都难以形成，更别说会有我们存在。不过就算很多强子都变成了稳定的氦核，宇宙里还是有大量能量，足以让更多核反应发生。问题就在于速度和温度。终于在大约1200秒，差不多20分钟之后，核合成这把火才渐渐熄灭。此时宇宙对人类来说依旧超高温，但对核融合来说已经太冷，没办法再做更多元素了。因此那时只留下了4种元素：氢、氦、锂和极少量的铋。不过铋几乎不稳，很快就消失，
最后能撑到恒星形成的就只剩下前3种。当时宇宙里没有12个氢核，就有1个氦核，而且每个物质粒子大概还要配上10亿个光子。有了这些基本元素，才开启了后来所有物质的舞台。连2022年在加州做核融合实验用的氘和氚，也是在138亿年前宇宙刚诞生时就已经生成了。在宇宙中存在生命是个化学奇迹。就我们所知，这个奇迹只在一个毫不起眼的潮湿岩石行星上出现。这个行星绕着一颗普通的黄色恒星运行，位置还在银河系一条较小旋臂的内侧。可到底是什么让生命在地球上出现？虽然我们有30亿年以上的丰富化石记录，但生命最初诞生的那一刻仍然被历史迷雾给埋没。生物学家一致认为，活的东西是由碳、氧、氢这类元素组成的有机分子构成。他们还发现，所有生物都共用一份化学指令手册，也就是 DNA 和 RNA。DNA 和 RNA 由一连串核苷碱基组成，包括胞嘧啶、鸟嘌呤、腺嘌呤、胸腺嘧啶和尿嘧啶。它们形成了一个通用语言，可以用来写下如何长出叶子、鱼鳍或头发。不过，这些分子最初是从哪儿来的？有人猜想，刚刚形成的地球上暖热而浓烈的化学环境，给有机分子和核苷碱基提供了从无到有的好条件。也有人认为，生命的原料不是在地球上合成，而是在太空深处的星际间出现。而且我们确实已经找到不少证据，证明生命所需的物质在遥远的宇宙就能生成。在1969年，美国天文学家在西弗吉尼亚州绿岸的国家射电天文台探测到含有碳、氢、氧的福尔马分子在星际深处振动。后来陆续又检测到很多复杂分子，人们发现，在星际云和恒星周围的物质壳层里，总共有超过250种有机分子。什么醇类、酸类、胺类，这些都是生命更大分子的基础模块，就这么潜伏在空无生命的宇宙区域里。更令人惊讶的证据，其实早在1864年就已经降临地球。那年5月14日晚上8点左右，一颗陨石在法国南部的奥莱镇附近坠落，大约分裂成20多块。当时研究那块奥莱陨石的科学家发现，它的成分跟泥炭很像，于是引发了激烈争论，猜测它是不是来自生物。不过，因为没有发现明确的生物结构，这个猜测就被暂时否定了。可是100年后，当这块陨石被用更新的仪器和技术再分析时，化学家惊讶地发现，里头竟有腺嘌呤和鸟嘌呤，这跟我们今天在 DNA 和 RNA 里看到的一模一样。后来对世界各地掉下的其他富含有机物的陨石做研究，科学家又找到了地球生命所需的其他核苷碱基，甚至还发现了一些在我们生命体系里并没有的碱基。虽然要彻底解开这个谜团还有待研究，但目前的观测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也就是宇宙本身有能力自发生成各种分子，甚至能做出相当神奇的化学反应。这种太空化学要追溯到宇宙诞生后不到10万年的时候。在那之前，大爆炸核合成在宇宙存在的前20分钟里疯狂进行，然后就慢慢停止。随着宇宙膨胀并冷却，环境里的能量不再足以支持核聚变，但此时宇宙依然极端，密度仍比空气大，温度也还高到让电子没法慢下来被原子核捕捉。当时宇宙中能量还多过物质，一切都还是高温电浆状态，还要再过几万年才能冷到让事情开始变化。
可就在这混乱里，一些事已经在发生。在1925年实验室里，人们第一次造出氦氢离子，它是一种由氦和氢结合的不稳定离子，自然界极少见。1978年，明尼苏达大学的天体化学家约翰 ·H· 布莱克猜测，这种离子在太空里其实可能很多，特别是在行星状星云里，也就是红巨星晚期爆发后形成的云气。他预测这些星云中会有一层电离氦包围着中性氢云。在这种环境里，带电的氦离子要找电子中和，就可能从附近唯一可用的氢那儿抢过来，两者在高温星云里结合，就能生成氦氢离子。可惜这种分子一直没被真正观测到，科学家花了很久都找不到它的踪迹。直到2019年，一架改装过的波音747飞机上装了一台口径 2.7 米的望远镜，飞到43000英尺的高空，才做到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被称为 SOFIA 的飞行天文台，把望远镜抬到大气中水汽很少的地方，可以观测到水汽本来会吸收的光，还配了能看远红外线的接收器。用极高的分辨率，终于辨识出深空中氦氢离子的微弱光谱。最后，他们花了3天，观察一个名叫 NGC 7027的行星状星云，距离地球大约3000光年，方向在天鹅座。就在这个高温又能量十足的星云里，如布莱克40年前所预言的氦氢离子终于被找到了。这次侦测既是近100年实验和理论化学的胜利，更代表了更深远的意义。因为这个遥远星云的环境很像当初宇宙在最初几万年里的样子。大爆炸核合成很有效率，短时间就生成了很多原子核，但在随后几千上万年里，宇宙能量还是太高，让氢、氘、氦没法和电子结合成为中性原子。直到环境温度降到大约4000开尔文，这些核才会按照它们的电离式依序结合。所以氦之所以被称为最惰性的惰性气体，就是因为你要扯走它一个电子，需要很大能量，这让它极不容易和别的东西反应。可在早期宇宙，满世界都是带电的离子，氦反而率先抢到电子，成为第一个中性原子。但这种稳定没维持多久，因为质子还没法自己抓住电子变成氢，他们就跑去找已经带着电子的氦，试图跟它共享电子。于是氦最后不得不屈服，在这些粘人的质子压力下，形成了宇宙第一个化学键，也就是极不稳定的氦氢离子。但这却为后续更多分子的诞生铺路，也开启了太空化学的开端。当时离大爆炸大约过去10万年。如今天体化学这门学科很成熟，研究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分子以及它们如何形成。像水、氨这类地球上常见的分子在宇宙里也很普遍，但也有更稀奇古怪的，比如2氢一氯正离子或氢过氧基。目前还有很多分子没被发现，但不管它们是什么，本质上都得归功于氦氢离子，在宇宙头10万年里不断形成又解散，才给了后来所有分子诞生的可能。在你周围的世界里，你或许以为自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有专门的感官，能接收光、声音、物质的触感，以及分辨分子化学讯息的大脑，好像能感知到宇宙能给出的所有刺激。可事实并非如此。现实中，超过 99% 的事物都超出了我们的眼、耳、口、鼻和皮肤能感受到的范围。就拿光来说，大多数人能看到鲜明又清晰的彩色画面，可见光只是更广阔、
电磁波谱的一小部分，其余的波段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上流动，却没人察觉。高能量的伽马射线和 X 射线其实不断从我们吃的食物、我们房子的砖块，甚至是我们自己身体里发出来。太阳发出的辐射能量看似只在可见光范围，其实里面约有1成是紫外线，会穿透并损害我们的皮肤和眼睛。再往能量更低的那边看，可见光之外，太阳光里约有一半是红外线，有的会让我们感觉到热。但再往下的红外频率，用来做侦测器或电视遥控器的信号，全都在我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传递。蓝牙、WiFi、行动网络和 GPS 也通过微波来传输信息，而传统的无线电和电视则使用更长波长的无线电波。如果我们真能看见它们，肯定会被这些讯号炫得睁不开眼。总而言之，我们就算再敏锐，还是对宇宙中至少 99% 的变化一无所知。或许这也是好事，毕竟要让我们大脑去处理这么多的感官信息，真是难以想象。不然夜晚的天空就会变成炫目色彩和喧闹音浪的大杂烩，有无数光源在唱歌，背后还铺满了最初诞生的微弱光辉。在宇宙诞生的前几百年里，即使充满了光，宇宙却是完全不透明的。光子自大爆炸后1兆分之1秒就形成，却被自己构成的密集粒子团团困住，无法穿透密集的物质洪流。只有等原子最终形成，这一切才有了转机。在现代的宇宙里，无电荷的原子才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关键，要组成任何东西都需要数量惊人的原子。一个人体就含有大约7乘以后面27个零那么多的原子。把所有人、所有生物、地球本身，再算上所有行星和恒星，全宇宙的原子数更是无法想象。可要形成原子，得先捕捉住电子。电子是带负电的氢子，比质子轻约2000倍，没有形状或内部结构。在这种极小尺度，量子力学主宰一切，也让电子看起来像同时占据各种可能的位置，我们根本无法确切知道它具体在哪里。在宇宙大爆炸的核合成中，原子核早就形成了，只等电磁力把带负电的电子抓过来，形成中性的原子。氢核只要抓住1个电子，氦核抓住2个，就能成为原子。可听起来简单，实际却没那么快，因为电磁力比强相互作用力要弱100倍，宇宙必须先冷却到足够低的能量，才能套住这些疯狂的电子。最后，宇宙膨胀到大约3000开尔文，用了将近38万年，电子才真正被捉住，形成稳定的原子。这瞬间让整个宇宙都变了模样。电子不再四处乱窜，而是被束缚在带正电的原子核周围。原本被困的光子突然发现自己可以畅通无阻地向前飞，这就是宇宙真正能透光的开始。原本的等粒子体转变为气体，原本的不透明瞬间变透明了，原本四散的粒子总算凝聚起来。这是宇宙史上第一次有机会让我们看见到底发生了什么。科学上很少有靠意外获得的重大突破，尤其是能得诺贝尔奖的发现，往往都是多年研究和投资的成果。但1978年，诺奖却颁给了2位因为意外而发现重大现象的科学家。1960年代初，新泽西州一个小镇有座20英尺高的喇叭形天线，是贝尔实验室建造的。过没多久，这台大喇叭就被更新的卫星系统取代，成了废物。但贝尔实验室没浪费它，而是让阿罗·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
用它研究星系间的射电信号。结果他们发现，仪器里一直有低沉又持久的嘶嘶噪音，怎么都无法排除。他们先排除来自纽约市或军方设施的干扰，也排除来自银河系或银河外的可能，因为这噪音源自整个天空。如此均匀又无方向的讯号，他们推断是仪器内部出问题。结果却发现，天线里有不少鸽子筑巢，留下许多白色电介质材料，可能在加热后产生噪音。他们好几次试着把鸽子赶走，后来不得不采取更极端的方法，终于清空了天线。可那嘶嘶声还是继续。所有可能的人为误差都排除了以后，他们开始怀疑这电波大概真来自全宇宙。于是他们联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迪基，向他请教。迪基当时在研究早期宇宙形成原子的理论，他相信大爆炸是循环的，上一代宇宙被高温高压撕裂后，再在膨胀冷却中重组。他推测，当宇宙变得透明那一刻，会释放出宇宙里第一道真正能穿行四方的光。这光原本是可见光范围的黄橙色，经过宇宙膨胀，波长拉长成微波。迪基本来想自己去找这道微波背景辐射，结果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却在无意间先发现了。1978年，诺奖颁给了这两位贝尔实验室的研究者，而非迪基。不管是谁发现或推测正确，这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探测彻底扭转了我们对大爆炸理论的理解，也证明了宇宙的确从一个炽热又高密度的状态开始。虽然这背景辐射产生于大爆炸后约38万年，但已经足以验证我们对于这段热而密集历史的推想。更棒的是，后来更精密的仪器还检测到这些背景辐射里有轻微起伏，也就是一些地方比较热或比较冷，差距甚至不到1/1000度。各式太空计划，像宇宙背景探测者、威尔金森微波各项异性探测器和普朗克卫星，都根据这些热密度分布绘制出超细致的宇宙图，显示当时宇宙某些区域密度更高，也就吸引更多物质变得更密集，最后在1亿年内形成了第一批恒星和星系。这种随机分布符合我们对量子涨落的理解，认为在大爆炸后极短时间的暴胀期里，这些微小扰动被迅速放大到宏观尺度。不过更深入分析也显示背景辐射里暗藏了另一种规律，并且跟现在宇宙大规模的星系结构互相呼应。在原子形成以前，宇宙还是不透明的，等离子体密度够高，可以传声，这些声波源自引力和光子的拉扯与反抗，物质往密处坍缩时，光子又往外推挤。这些往外扩散的波在三维空间里形成多重同心涟漪，就像雨滴不断落进池塘里。这就是所谓的重子声学震荡。可当宇宙降到3000开尔文开始变透明时，光子能自由逃逸，这些声学震荡当场被冻结，那一圈圈涟漪也就停在那里。约132亿年后，我们发现宇宙膨胀让这些涟漪的尺度变得大约150百万秒差距，也就是接近5亿光年宽。天文学家以此作为标准尺来测量空间膨胀速度。有了这些数据，在一个对我们仪器而言终于可见的宇宙中，我们可以模拟过去的演变，也能预测未来会如何。而那最初的光辉虽已被拉长成微弱的 2.7 度背景辐射，却仍要好几兆年后才会彻底消失。这让未来的宇宙学家依然能有充裕时间去解开它的秘密。在无边黑暗的宇宙里，突然亮起一点小小的光。
接着又出现另一个光点，然后像瀑布一样，一连串微弱的光陆续亮起。这些小光点聚集成团，慢慢的扩张变大，并在接下来的好几十亿年间，逐渐变得够大又够重，开始旋转。它自身的角动量让它在赤道位置被拉伸，形成一个以每秒200多公里的速度旋转的扁盘，大约每2亿5千万年绕一圈。当这个年轻的漩涡星系在星际空间里飞驰，它会捕捉并吸收途中的小星系。如果跟另一个旋转星系正面相撞，还会合并在一起，带来全新的物质，触发一阵疯狂的恒星诞生。差不多是100亿年前，我们的银河系正值壮年。在银河系的悬臂里，一颗颗大质量恒星燃烧得非常猛烈，但寿命也很短，最后激烈的死亡，并把它们用过的聚变燃料抛回星云，供后来的恒星再利用。这些气体里富含由恒星核聚变产生的较重元素，成为新一代恒星的基础，也第一次让行星系统出现。大约46亿年前，在银河系的一条破碎悬臂上，距离银河中心约25000光年的地方，一颗恒星勉强诞生了。就跟银河系本身类似，它周围也出现了个扁盘状的尘埃和气体。尘埃变成小石块，小石块变成大石头，最后聚成一颗颗研制行星。这些研制天体不断地争夺各自的位置，经过几次灾难性的撞击后，终于定下他们在接下来的40多亿年里要走的轨道。在这颗离太阳第3近的行星上，当形成时的高温逐渐散去，海洋和大气也慢慢的形成，板块运动开始缓慢地翻动地表。在海洋里，不知怎么地，生命的火花被点燃，开始适应、进化，充满海洋、陆地和天空。然后，仿佛从无中生有一般，某种有自我意识的智慧生命出现了，开始思考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虽然我们大致知道银河系、太阳、地球、生命以及我们的起源过程，但在这个宇宙创造的故事里，仍然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到底最初在大爆炸几百年之后，那个还很混沌的原子汤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成如今的这一切？这一切是不是不可避免？还是宇宙有可能走向另一条分支，让我们如今看到的星系和行星都不会出现？当我们拿着原子重新结合和宇宙微波背景形成时的物质与能量，去模拟之后的宇宙演化，结果会得到一个和我们所处宇宙有微妙但明显差异的世界。在这种模拟里，星系的数量更少，恒星形成也没有那么猛烈，行星诞生更晚，甚至可能没有生命。显然，我们的模型还缺了什么关键拼图，可以说是把一切连接起来的最后一块。但那个缺少的要素是宇宙学家怎么也看不见的神秘存在。大爆炸后38万年，光终于能从物质束缚中逃离，光子在不断膨胀的宇宙里自由传播，但随着宇宙的扩张，它们的能量也跟着减少。虽然此时宇宙已经变得不再不透明，却也相当黑暗。最初那股炙热的能量已经淡去，再过好几百万年才会出现新的核聚变过程，重新聚焦能量。这段时期被称为宇宙的黑暗时代，表面上好像没啥动静，但实际上一直到大爆炸后第100万年甚至更久的这段期间，科学家们认为正是暗物质闪亮登场的时机，让宇宙的未来走向定型。暗物质最早在1933年就被提出，当时瑞士天文学家茨维基在研究距离地球约3亿2千万光年的后发星系团，发现那些星系转得太快，按道理应该早就分散了。
根据明亮星体推算，星系质量远远达不到要把星系团绑在一起所需的质量，他就猜测必定有大量看不见的质量藏在星体和气体之间，称为暗物质。到了1970年代末，天文学家鲁宾在观察离我们最近的漩涡星系仙女座时，也发现类似问题。他用穿孔卡片记录的观测数据，结果和预期完全不一样。星系中心转得快可以理解，可仙女座的外围恒星竟也转得一样快，螺旋臂的末端都在疯狂加速，看起来完全违反了运动定律。唯一能解释就是这些可见的恒星只占整个星系质量的一小部分。鲁宾算出看得见的物质只占总质量的 15%， 剩下的 85% 则是包裹住星系的暗物质光晕。后来更多观察显示，几乎所有星系都有这样一层看不见的巨大暗物质光晕，我们银河系也不例外。现在普遍的看法是，暗物质在塑造我们今天的宇宙里地位极其重要，占比大约是可见物质的6倍。可尽管科学家花了几十年去挖掘，仍然不知道暗物质究竟是什么。有人猜测它其实是由普通的重天体组成，像各种质量大小的黑洞、大质量的中子星或数量庞大的棕矮星，这些都称作麻球，英语叫 MACOS。 但是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宇宙深处的细节越来越清晰，我们几乎不可能还有这么多麻球能一直躲着不被发现。因此，更多宇宙学家倾向另一种说法，暗物质可能是全新的粒子，叫做弱交互大质量粒子，绰号微子 WIMPs。 它们不跟已知的基本力有明显作用，除了重力，但它们要么本身质量很大，要么数量多到可以补上那 85% 的缺口。许多加速器实验和太空观测都在努力寻找这些暗物质粒子的蛛丝马迹，但目前还没有太多线索。无论暗物质是麻球还是微子，或是其他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很可能它一直都在，只是当初在大爆炸后的最早时刻就诞生了。然后在宇宙的黑暗时代，大爆炸后大约100万年左右，它开始决定宇宙的大结构。宇宙微波背景告诉我们，在原子重新结合的时刻，物质与能量的分布就不均匀，那么暗物质肯定也跟着不均匀的聚集。在黑暗的100万年里，大量暗物质互相吸引，把自己先聚成比普通物质更快更密的团块，普通物质则被暗物质铺好的模子带着向这些隐形的引力井里掉，最后形成贯穿宇宙的细丝、节点和云团。从这时候开始，我们熟悉的宇宙命运就大致注定了。在大爆炸的最初100万年里，宇宙已经冷却到一个比较可理解的物理状态，各种基本力和物质也确定了形式与数量，为后续的恒星、星系乃至化学作用以及生命的诞生做好了准备。但故事还没结束，在接下来的80亿年里，宇宙照着我们预想的样子成长。可是到了约5到60亿年前，也就是太阳系在银河系里形成前不久，出现了一些异变。1998年，天文学家研究不同距离、不同时代的超新星，也就是标准烛光，因为它们有已知的爆炸亮度，可以用来测量宇宙膨胀。结果他们发现，从大约50亿年前开始，超新星的红移程度比预想中还要大，也就是说，它们正在以比想象中更快的速度远离我们。从星系团到重子声波震荡的观测里，也发现类似的模式。更糟的是，这个膨胀似乎还在加速。我们目前最好的解释就是暗能量，这表示从太阳系诞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活在一个暗能量主宰的时代。跟暗物质一样，我们对暗能量其实也没啥头绪。爱因斯坦当年在广义相对论里
加过一个所谓的宇宙常数，代表真空本身就带着能量。宇宙如果一直在扩张，这个真空能量就会越来越多，从而推着宇宙继续扩张。不过，我们不确定为什么真空一定要有这种能量。也有人往微观世界去找答案。量子理论里有个真空能量的概念，量子涨落里无时无刻不在冒出的虚粒子，可能会带来额外的压力，推动膨胀。问题是，一旦把这种真空能量套到宏观尺度上，数值却大到离谱，跟我们实际看到的膨胀相去甚远。于是又有人猜想，也许有一种新的能量场，称作第五元素，它跟一般的物质或能量不同，能产生吸引或排斥，还会随时间改变行为。但我们目前也没有好的实验或观测能验证这种立场是否存在。不管怎么样，时间在走，宇宙在膨胀，我们就看到一个大约有 68% 的暗能量、27% 的暗物质和不到 5% 的普通物质构成的世界。就是这些成分，在138亿年的漫长岁月里，遵循最初刹那间定下的物理规则与常数，一路演变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说白了，在大爆炸后的前10万亿分之一秒就已经决定了一切。你刚刚看的是整个宇宙的历史，感谢观看。如果喜欢，别忘了点赞和订阅。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让我们继续往下100万年的宇宙旅程前进。谢谢收看，下次见。